观众朋友，全世界都在看的这一起判决，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判刑，引爆了中美下一个阶段的新战火。为什么呢？川普跟美国国务院同时选在今天公开提出诉求，要求习近平放人。川普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出手呢？居然在黎智英的定罪的判决书上，超过200次提到了川普。哇！这一起判决会怎么样引爆了中美进一步的对撞呢？而更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老共选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判决？时间点有猫腻的，判给日本看。为什么？台海有事，日本有事，现在是中日冲突。我就告诉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少对我的分内事指指点点。黎智英案看起来已经不是单纯黎智英的案子本身了。这牵涉到国际一些复杂的关系，比如说黎智英案引起了美国总统川普跟美国国务院的高度关注，连川普第一时间，我为什么讲第一时间？你看高市早苗的这个事情之后呢，美国这个川普啊，要这个避开1个礼拜，至少事情发生之后，他也没第一时间像这一次直接跳出来。川普提到黎智英案，他就说：“我真的很难过，我已经跟习近平这个主席讨论过了，也正式请他考虑。”让黎智英获释，川普霸王他这样的一个谈话，感觉好像是帮习近平帮黎智英跟习近平求情啊。所以你看到美国国务院也接着发声明说，呼吁中方这个应该基于人道理由，尽快释放黎智英。那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案件，它总共黎智英案855页的判决书里面提到川普的名字，竟然提到将近200次啊！哇，这件事情水可深，观众朋友，美中在2025主旋律就是对抗。从关税战打到现在，你什么时候看过川普低声下去求过北京？没有，一次都没有。居然为了黎智英，恳求你们考量人道，放了他吧。好，这个背后我们就来告诉你，在这个200次川普在判决书提到的背后，川普为什么跟黎智英牢牢的绑在一起了呢？所以黎智英案几乎可以说是离不开美中的对抗哦。那你要看到在黎智英的这个判决书里面提到说，黎智英早在2020年6月30号，也就是港版的国安法生效以前，他就已经构思说要如何去使用美国来作为去对抗中国的一个工具，包括呢聘请有美国陆军前副参谋长身份的这个基恩，还有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前副部长霍佛维兹由他们2个人透过他们2个人，他介绍给以前在苹果日报当过这个总主笔的司马文武，就江春南，那介绍给他呢，然后变成透过蔡英文的得力助手江春南，然后来对蔡英文提供一个咨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判决的理由，第一条罪提供咨询，那其实以后很多的外籍人士都有可能踩到了港版国安法这一条红线，所以变成被判罪啊。这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咨询就是问一问，有事情我给你问一问。对，你要知道，刚中间圈起来这2个外国人是川普第1任总统任内的退役的将领，连问都不能问。好啦，当这个国安法的紧箍咒框上去之后，你黎智英就插翅难飞。退一万步讲，更何况这一本国安法就是为了黎智英而生的。我不判你，我判谁？怎么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放了你？你说对了，针对性极强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在判决书里面第2个罪又提到，黎智英在国安法实施后的做出唯一调整是形式上而非实际上的调整。这个画红线告诉大家，我念这段话的意思，翻成白话就是。国安法就是针对你黎智英那以前没有国安法的时候，你可以这样那么嚣张，现在有国安法，你就把它转为台面下，然后你还在那偷偷摸摸的做，那我不定你的罪，那我定谁呢？所以才会特别说，黎智英几乎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美中对抗之下他的一个祭旗断头台。北京希望借这个机会透过定罪而定罪来告诉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他亮出一把剑，而这一把剑呢，就是一把利剑，来警告那些外国的政客，你不要来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呢，中共执政的轮不到你洋人这些人来说三道四，不只说给美国听，还说给美国旁边的这个日本听，不就直跟高市早苗有关吗？这样就都通了，观众朋友，我们还在纳闷为什么黎智英苹果日报的创办人被关这么久，在这个时间3罪全部判有罪。恐怕要一路关到生命的终结。选这个时间对黎智英出手，原来中日在冲突的这个背景之下，这个动作就是演给高市早苗看的。偏偏日本
好，日方他能够这个会回击你这样子吗？就来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从他的这个发言，然后引起中日在外交上的这个局域衍生为军事的这个对抗了之后呢，高市早苗最近在参议院的答询的时候，他又再次对台湾相关的议题重申说，期待其实可以跟这个中国啊这个和平方式的解决，因为这是日方一贯的这个立场。其实你看这句话还是坚守他的原则跟立场，一点都没变，软中带硬，一点都没变。所以你要文的，你要武的，你判决了那个黎智英要判给我看，让我觉得手伸不进去。他完全没有被你恫吓，中方一直希望他撤回发言，但是他没有，那所以他还是重申他的这样立场，等于给中方软钉子碰。第二个，你看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发言，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傅聪他就直指说，在安理会这个场合，他就直指高市早苗的这个发言，呼吁日方你就撤销高市早苗，把他发言撤回去。这些相关发言呢，引起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同样的三旗而之，他也回击你中国说你发言不恰当，所以一来一往。也给中国在联合国这个大会碰一鼻子灰啊！这个是延长的战场。换句话说，日本去反呛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发言不当，意思是什么？我非但没有要收，我还倒打你一耙。再来，我们来看到干这个猫熊什么事？你来看看，日本留不住这个猫熊，要送回中国了，他们一定痛心疾首吧？日本人多么喜欢这么卡哇伊的猫熊啊！真的舍不得吗？就像我曾经在报新闻节目中讲过，中国的猫熊外交很早就开始了。那日本从1972年以后也开始，可是现在这个猫熊啊。如果说东京上野动物园，我们台湾人也很喜欢去那边观光，去那边看。那两只双胞胎的大猫熊小小跟蕾蕾，那预计要在1月底就送回中国的话，那这将是1972年以后53年来日本可能第一次进入没有猫熊的时代。你会觉得日本是不是会很心碎、会崩溃吗？但我跟你讲，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他就讲啊。祝福这一批猫熊能够回到中国之后，也可以健康的生活、你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他这个回应多冷啊，冷到让中国可能会跳脚10000倍。我本来想连多1个月我都不给你，我就等着让你难过，结果戳不了你的痛所以等于给人家软钉子碰啦。那再来呢，其实可能要让很多的小粉红更崩溃了。那是什么事？就是这一名选手，你有没有看到？他是日本的日籍华裔的桌球的这个运动员，叫张本智和。张本智和，我们才在节目当中说，他不是被场上的这些粉丝呛，他用了一个 body language 回呛回去，他又有戏了。主要就是他最近在香港的 WTT 桌球年终总决赛封王了。是，那这让日本人这个吐一口气啊，赞啊！这个能够在香港地主举办的这个比赛能够封王，好。结果事后封王就算了，结果事后他们就公布了一段赛前去采访张本智和的这个影片曝光了，那让中国的这个球迷全部又气炸锅。什么影片让他们炸锅呢？主要就是张本智和竟然引用高市早苗之前在讲说他要努力工作的一段话来说，绝对，所以我要说5次，5个绝对，我一定会赢的，都是充满了高市风格的发言。高市是说工作，然后我想用我的信念会去战斗，一定会赢。就等于用高市早苗的发言风格去发言，让习惯看到很多事情会产生联想的小粉红，看到这一段不气炸才怪啊！再来看到的当然就是船坚炮利阿丘吧。这个才是真正的硬碰硬啊！所以外交上没有办法扳回一城，他恐怕在军事上就会加剧他的对抗。是，所以你看到12月9号不是有传出来说，中国跟俄罗斯轰6可以跟他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图95的这个轰炸机，长程战略轰炸机，他们从日本海这样子的一个飞行的这个航机绕过来日本南方，然后直接飞到了这个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这个本土。这代表什么意义呢？日本的媒体就有形容说，中俄轰炸机这样的就在日本绕岛这样的一个联合巡逻，它的象征意义就是告诉日本说，它可以首度同时朝东京飞，而且展示轰炸能力。在日本海，我足够这样的一个发射这个巡弋飞弹，可以去攻击你日本，尤其是东京。在这个西太平洋靠近你日本本州，在4国的外海的时候，我一样可以发射飞弹去朝着你东京。所以有一种战略威慑的这个意义，同时。也有这个媒体产经新闻就拍到了这个用卫星影像去报道说这个在中国的大连造船厂，它所造的
004级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在这个进行喽，而且为什么确认是核动力？你看到没有？这个14乘以16公尺的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在船中央，跟另外一边也是14乘以16，这2个就是原子炉的一个它的一个容纳的空间。你看核子反应炉容纳的空间，它让这一艘船舰啊，竟然可以宽43公尺。那我去倒推，这到底是吨量、吃水量多大的一艘巨无霸？美国的福特舰算是福特级航母，算世界上最大，10万吨吃水量。那它这个吨位大概在11到12万吨，它比福特舰更大，是比福特级的航母更大。因为福特级航母它还只有41公尺宽，它到了43公尺宽，而且福特级的这个航母，一般美军的这个航空母舰核动力反应炉它的是13乘以16公尺，它14乘以16公尺，象征它的这个核动力反应炉也更大。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航母，甚至舰载机可能容纳的这个量更多，是不是中国它已经把它的野心反映在新造的004核动力航母身上？那美国你鞭长莫及，你不就认怂了？美国当然不会认啊，因为它就结合日本、台湾、菲律宾团结力量大，用所有的国家的反飞弹群，让你中国可能的航母跟舰队出不了第一岛链。这张图一个一个同心圆的圈圈代表什么意思？好，这粉红色的呢，大概就是在讲提丰这个导弹的这个系统，它的射程大概400公里。那甚至呢，这个红色的是日本的岛屿防卫的这个滑翔弹，它是最远，大概是500到900公里，它有这个超高音速滑翔弹。至于这个蓝色的部分呢，它是这个 NESS 它的一个这个国家防卫飞弹的陆射系统。所以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跟巴南岛，美国之前已经给菲律宾了，他们都有在部署。最后绿色的是菲律宾的布拉莫斯，这一些反舰飞弹群构建起来，不是射程300、400、200多公里、500公里到900公里，就主要是针对你各种的航母跟这个军舰，也就让你中国知道说，美国也部署好了，就等着你中国如果一旦要跟我们干起来的话，我们就全部一起围攻你。今天好多朋友在讨论，位在高雄的好事多来台的第一家 K 给处要搬家了，而且越搬越大。听俊相讲到这个地方，你不要觉得说哦，这个讲搬家新闻没有。后面我们要跟你讲的这一题，宇轩要来告诉大家，背后是产业大地震啊！俊亮哥没有错，现在我们讲了整个量贩店或零售业，这都战国时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说哈，好事多为什么要搬走？是不是生意不好？就后来发现不是，是因为生意太好。什么意思？它原本的这个占地面积呢，加起来大概我们讲9000平左右，但他发现一个问题，你如果有开车去过好事多，你就会发现它的停车场至关重要。对，换言之，它每一个选址，它如果停车场饱和的话，基本上人客塞不进来，没有地方停，就没办法消费。就他现在跟你讲说，旧的高雄这家旧店已经开了28年了。是，但是呢，因为它机能已经饱和，等于说呢，天天排队，天天爆满，每到周末假期的时候，根本不堪负荷，所以他必须要选一个更大的址。他选在哪里？他直接选到了亚湾87重划区。那这边呢，因为第一个占地面积，光它的地坪将近快1倍之大，而盖起来之后呢，大概我们讲有13775平，它是规划是这样子，等于说1楼、3楼做卖场，2楼做办公室，然后最顶楼的部分呢变成停车场。所以你想想，那个停车场等于是几千平的停车场，就放在那边，让整个客流量呢能够去因应。所以代表一件事情，他在高雄的生意正在持续的扩张当中，所以呢，他必须要换一个更大的场址来去符合它的量能以及它的动能，而且重点是它不是在高雄而已，这样哥啊，它连在台中。现在也要开一间新的店。对，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哇，真的是霹雳火！台中点燃这个全世界的电网，得在台中，碳冷根要不搞，会不会碳得三根？对，而且这样它都有一个重点比如说你看它高雄为什么要探一个亚湾区？因为它是一个新兴发展区，代表说那个区域的一些年轻人也好啊，我们讲新贵也好，持续的在蓬勃发展，等于说它提前瞄到这个商机。卡位。对，我原本旧的28年了，可是它那个城镇可能已经慢慢的，虽然饱和的状况下，成熟了。对，所以我现在转到一个新兴的区域之后，它可以干嘛？可以把这个新的客流给留下来。那台中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在西屯；台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在所谓的南台湾这个火车站。所以你知道，反观对比为什么我们说战国时代有一个人感觉就没那么乐观？这个人叫家乐福。家乐福跟你讲说，哎呀，桃园店、嘉义北门店、台北北投店、新竹店。这4间店现在为止呢，都说要关。原本有一家台中青海店也打算在10月22号熄灯，就现在跟你讲说不关了。不，我想继续跟你拼战下去。为什么今天要拍板一个店要关不关？那个都是天大地大的事。
为什么不关了？我认为这牵一发通旋是为什么？因为当好事多今天要岔旗到台中的时候，的确他第一间插在西屯，但呢，我请问一下，你这些青海店，如果你这个点放掉的话，他会不会趁虚而入？会。我就想说，你这边有白花花的客源啊，我就到时候直接钻进去，不就把你弄掉？所以我讲死撑活撑，我这个旗子我也要插那边不可以。所以2026年哦，整个量贩店的战场呢，已经变成所谓的我们讲太弱扶强。什么叫太弱扶强？也就是说，原本的商圈随着台湾的变迁，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呢，整个台湾科技业蓬勃发展，所以很多区域可能没落，很多区域可能兴起，所以这个状况下变成说，他们的店呢也要因应动态调整，看这些人口结构。比如说桃园，我们讲青埔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讲的年轻的新贵以及科技的新贵非常多，正在蓬勃发展当中。有一个人呢闻到商机了，因为尖端消费现在不流行啊，现在流行的是这种平替终端消费啊。全联，全联开始做什么混总店？混总店是什么意思？混总店以前大家想说超商就超商嘛，对啊，就是有一些蔬果啊，有鱼啊，就定位还蛮清楚的。你做你的超商，我做我的超市，我做我的量贩，我做我的百货公司，各司其职，残不高，最不老啊。对他现在不是，他现在是老二哲学，就我什么都跟你卡一半。百货公司，我也有卖一些衣服啊，可是没那么贵啊。你说商场啊，这个我们讲的青菜，我也给你卖青菜啊。你是卖电子，我也给你卖超电子，这就叫做混总店。来，这在哪里？一样，桃园青埔哈，它在高铁站附近左右，也就是新兴发展区。那里面有什么呢？我跟你讲，它地下1楼呢，它有所谓传统的超商，1500平嘛，很正常嘛。然后呢，问题是你走到1楼之后，你会发现不一样。我是跑到什么美食街了吗？全部开始各个品牌都进驻在里面，然后各式各样的，然后大概有超过一半都是吃的哦。但是也有一些服饰，也有一些什么 Uniqlo， 你看Uniqlo 在哪里？就在它旁边，他故意去蹭这个，等于就是说你去隔壁的 Uniqlo 买完衣服之后呢，你可能肚子饿了，可以来我们这边逛，然后在我们1楼吃，吃完之后呢，再下去呢，我们讲可以干嘛？可以去买一点我们讲超商零售的东西啊，回家用。所以其实你这样描绘它的这个 partition， 你很难去定义这一间全联或者是大全联的样态。一半的百货公司，一半原来你对于全联买菜的想象，可是它又有百货公司的美食的这种美食街，它变什么啦？我用一个定义就结束了，一个字家。为什么？因为它2到5楼就是做 IKEA，所以换言之，它把你所有家庭的。以前我们去到百货公司的时候，穿的啪哩啪哩是啊，那有些东西那个是不食人间烟火，但你去到那边每个地方都可以用。比如说我去到上面这边小 baby 可以用，我在1楼的时候爸妈可以吃得很开心。那我可能呢在2、3、4楼的时候，我也可以逛有一些寝具要用的东西。所以我进到这里面，我的荷包在这里就吃干抹净。对，就你全家的东西我都给你包办了嘛。那你也没有用到一些什么奢侈消费的东西啊，所以这变得反而是未来的一个形态。而且你知道吗？它不只是定位上、定调上是做这种中间路线，它连地理位置也给你做中间路线。怎么看呢？来，你看这个是好事多 Costco 中立店，对，这是它的南坎店，南北，这个就是我们讲大全联也是原本的大润发，它的青埔店，它给你夹在中间，它夹在中间，它其实有一个概念，比如说我原本是这个区域的群众，我是不是会来到这边跑很长的这个时候我们讲路程，然后呢，可能方圆半径里面都会去这家原本的 Costco 买，但它拦在中间有一个好处，路程比较短，等于就是说我原本可能要去 Costco 的人，我心想说，跟 Costco 量那么大，那东西又那么多，每次买一堆呢，我搞不好我只需要一半，那我就算了，我去大全联好了。拦路虎就来了，对，他就是要把他们客源呢直接吸收掉。是，我中间就给你拦，因为你去 Costco 的人呢，你可能也会来到这边大全联，所以他的想定呢其实想得非常好。所以你知道，当这个复合式商场跑出来之后，其实我们讲不止他一家，因为它里面内容呢是联合很多人，集众人之力，打群架的概念是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你看比如说他有卖电器嘛，但他不是全联自己的电器啊，他可能找了一些电器厂商，他叫全电器嘛，然后让他来这边进驻。药妆呢，可能就跟有一些药妆的产业啊，比如说我们讲的年轻女生最喜欢的有一些化妆品、保养品啊，做结合。酒窖可能就是一些红酒，所以等于说他利用提供这个场地空间跟平台，但是他把所有其他的，包括鲜食、包括烘焙坊，结合其他的力量，把它全部灌进去。比如说，你看它的药妆跟谁？大树，这都是大间哦。那家电呢，也是卖这种我们讲以前大家都觉得说过季家电，它现在不是，把新的东西给你装进去。换言之，你今天是在看到这个所谓的大全联呢，跟它的全新量贩店形态的时候，跟过往呢已经这个几乎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定义它，你也无能为力去定义它。为什么？它这里变一变，那里变一变，那它就是变形金刚啦。对，这样哥，它每一间店都不一样。哇，这个厉害。对，它都会对症下药。比如说我看你这个区域可能比较缺药妆，我就放药妆。这么灵活。对，比较放什么？为什么？因为它要跟一个人拼。
这个人叫家乐福。大家都知道，整个超商市场已经被全联制霸了哦。那是我们讲的平价的这种便利商店的市场呢，是有传统的这种便利商店，但是呢，在这种量贩店的市场里面，家乐福还是居冠。虽然关了很多间，全台是63间，所以你不可能跟他开一样，每个都跟复制儿一样哈。就是我这间全联就是长得一模一样，去到另外一间也是一模一样，它必须要有特色化、产品化。所以它现在大全联目前呢开到了21间。好，我们讲回来，好事多刚开场，好事多开，我们先来讲讲好事多。其实他刚刚来台湾，咱都有讲的 key 给主，来5年不会5年，换作是任何人早就认赔杀出一波呢，他居然反市场操作，再怎么赔，他打死不裁员。没有想到一路撑到赚不完，赚爆了，这是什么逻辑啊？你如果从现在呢来去看所谓好 Costco， 它会变成什么？它变成一个 icon， 也就是说全台湾你想到 Costco， 它好像去到一个你也不会只当它量贩店，它品牌印象已经打出来。对。但是你如果回到早年的时候，它非常辛苦，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东西。那时候1997年的时候，高雄好事多第一家开，然后开了之后呢，当然很多婆婆妈妈以为是超商嘛，走进去说啊，我要来设计啊，就没赛，你没赛你来，我说先做我没赛你来。哦，你要拿会费啊，你无去丢卡。他说啊，我不要跟你买物件，我要开钱，我就不是潘啦啊。那很多阿姨就受不了嘛，所以它的特性很特别，所以他那时候第一时间没办法吸引到这种传统客群来，所以那时候干嘛呢？他想一些怪招，他说那我送鸡蛋，什么意思？就是早上10点前呢进来的时候开幕，我先送你鸡蛋。什么时候 Costco 要送鸡蛋，叫人来买哦？ 5号啊，我们有一些姐姐妹妹，那种我们讲阿姨最喜欢鸡蛋，看到免费鸡蛋，当然先给你来一下嘛。而且进来之后还有什么？还有早餐可以吃，物价够了啊！一边吃 Costco 早餐，一边手提鸡蛋，然后呢还有外卖柜台，他干嘛？我先把人流吸起来，但吸起来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很多困难。为什么？因为还是不肯办会员啊。所以那时候好事多总经理张思涵他就在讲说，我跟你讲，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多辛苦？我们那时候还想要展店，那展店的时候呢太困难，那时候只有我跟2个员工，那呢我们只有2支电话，大家还要轮流打，因为以前电话会占线嘛。那就等你打完之后，换我打，我打完之后换你打，然后大家可能说，你有没有兴趣啊？开始在那边联络。他说为什么拼得很难嘛？因为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而且 Costco 量体这么大，然后呢它的库存压力这么重，他说很多消费者进入到卖场就觉得说付会费这样不行，所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靠员工，他们员工呢是不是有养数以百计甚至上千个？他说来，我跟你讲员工福利。你呢？我送你2张会员卡，你拿去跟你分享你的亲朋好友。然后呢，这些员工开始说：“我跟你讲啦，阮公司新公司你啊，也袂歹啦，你试看卖，这张给你酒，然后送你啦。”然后就拿着人家消费说：“哦，袂歹嘞，真正袂歹，物件有够烧口碑就出来了，口康到手，就开始老定酒老咖嘛，然后开始讲。那问题去到那边开始第2个难关，可是要绑1年吗？好难哦。他说没关系，我提供1日卡给你，你先来跟这跟那个健身房试用期间一样上瘾了，搞那个勾住你啊。然后一个礼拜的卡，然后就开始干嘛？开始把这个口碑给打起来，所以最后慢慢的在高雄立足扎根之后，品牌效应刷出去之后呢，开始怎么样？变成是全台湾的才有现在这样的经济跟规模。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说，它展店的规模里面呢，员工的稳定性很重要。你不能说我今天员工来工作1个月，然后送2张卡，马上隔天就离职，这样会破产，好不好？所以呢，他把员工呢是当做家人来对待。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个，他的薪资福利，时薪呢起薪现在进去大概243。你说宇轩，可是这样看起来还好啊 ？No， 你错了。为什么？因为通常是做越多钱越少，他是做越多薪水越多。如果你每周工作超过1000个小时，1040啊，他直接呢会把你时薪呢调到我们讲了非主管制369，这是将近1.5倍的差别哦。1040小时，如果你一天不多不少，我就给他抓个5个小时、6个小时。如果你是来趴班的话，对，会不会1年不要1年呢？这个不要1年，你就直接时薪243跳到369了耶。对，就算你周1、周5你就是认真上班，你一下薪水就会往上跳，代表说这其实我们讲了，我们的基本薪资对他来讲，这只是类似像试用期一样。也就是说呢，你只要做的越久呢，他对你的待遇越好。所以他们说平均你就看到卖场里面试吃那些阿姨啊，货界上架的一些大哥啊，他说跟你讲月薪6.5万，都是副理、经理等级的收入我给他斗，而且他还会升迁。他还有升迁管道，你如果做到比如说干部的时候呢，你年薪可能破100万那你甚至做到店长、副店长，最多年薪500万配股。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甚至还有给一些家人的福利啊、眼镜啊等等的，也难怪 Costco 的成功不是没有原因。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
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干们。